请你转告我夫人，让我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坚决不要去台湾，一步也不要踏进台湾的大门。1957年，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台湾方面开始变得蠢蠢欲动。为了能邀请到杨振宁博士来到台湾参观，老蒋便热情地找到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钦，希望他能劝解这位获得诺贝奖的女婿来台湾看望他。老蒋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利用杨振宁在国际的影响力，给自己涂脂抹粉，好让自己脸上有光。但当杜聿明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恼怒。老蒋前脚刚逼死他的亲生儿子，现在后脚又要舔着脸想利用自己的家人达到他的目的。为此，他让陈瑞章的妻子带话给自己的夫人，绝对不能让杨振宁踏入台湾半步，并且他还找到王英光，决心配合政府邀请杨振宁博士回大陆走一趟。请转告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上，我杜聿明会完全从民族大义出发。我相信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他也一定能够明白民族大义之所在。随着7、8年的改造，此时在功德林的重战犯已经彻底接受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改造也是越发积极，就连平时的劳动都是主动承担。为了能更好地改造自身，作为本周值班班长的宋希濂决定对全体功德林学员开展一场刮胡子运动。大家可以看看解放军官兵有谁留着一把胡子的，这是一个卫生的死角。我建议我还有留着胡子的同学，赶紧把个人卫生处理干净，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表明我们重新做人的态度，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但对于宋希濂这样的做法，很多人却觉得他就是爱管闲事，为此不屑一顾。你说宋希濂是不是有毛病啊？我们几个人的胡子留得好好的，他让我们剃什么呀？我这胡子从解放前留到现在了，如果不能留的话，管理所的领导们早就让我剃了，还能留到现在吗？蔡守元这胡子之所以不舍得剃，一个是为了怀念自己以前征战沙场的功绩，另一个那就是怀念自己逝世的妻女。但在宋希濂看来，留着一把胡子，那就是在怀念以前的旧社会，怀念以前的飞黄腾达和荣华富贵。我们在功德林需要脱胎换骨，如果连皮肉都不肯打扫干净，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啊？最终在宋希濂的百般劝说和亲自动手之下，蔡守元才不得不同意刮掉胡子。眼看功德林的其他学员都陆陆续续完成了这场皮肉改造，唯有老顽固黄维一人仍留着长长的胡须。宋希濂又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是不是想让我刮胡子？我们在功德林改造不就是为了重新做人吗？是你想重新做人？可以，我可以把胡子刮了，等我把永动机研究出来。要不怎么说黄维顽固呢？还等他研究出永动机这个东西，就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完全是为了用永动机来逃避学习改造。经过1周的个人卫生运动，大家的精神面貌全都焕然一新。虽然黄维没有配合宋希濂的工作，但所长王英光还是对宋希濂给予了表扬。康子，蒋介石的13开炮之一，是你创建了复兴社，你还是南昌行营别动队的总队长。在这些历史的背后，在苏区你杀了多少爱国人？这是康泽第2次被王耀武收拾，原因是康泽总是想怂恿积极改造的学员抗拒改造，被王耀武当面戳穿。康泽原是国民党蒋介石内定的接班人，后因为老蒋的亲儿子蒋经国被苏联释放回国，才最终被老蒋抛弃，直接发配到襄阳当了第15绥靖区的战区司令。但在此之前，他所带领的别动队在苏区配合老蒋清剿我党人员时，为了能够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中找出共党人员，他以过去的户籍资料挨家挨户地进行人口清查，凡是和苏区红军有联系或者子弟在红军部队参军的家人，别动队一律实行连坐方式处理，又以此方法实行保甲制，凡是不能找到5家做保跟红军无接触的，更是直接被他灭门。在如此惨绝人寰的规定下，苏区短短几年，许多村庄就变成了没有一个男人的寡妇村。王耀武此时当面揭开他的罪行，丝毫不留一丝情面。你在背地里煽阴风、电鬼火，拉一些进步学员的后腿，怎么着？你还想做回你国民党的中常委吗？你做梦吧你赶快醒醒吧！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学习改造上，我党对他们实施人道主义，给他们的待遇确实很不错。
但对于将来他们是否能迈入人民的行列，在中间仍隔着一道坎，那就是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犯下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杜聿明、陈瑞章为首的大部分人员都表示要如实交代，毕竟这些问题在他们进入新社会后，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让他们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但有些人可不这么认为。很多事情，一旦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在功德林这么多年的改造，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他们不知道的，就没有必要再说了。如果全部说出来，我们不是又重新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了吗？康泽的想法得到了好几位顽固派的支持，特别是原四川省主席王灵基。现在已经这样了，何必再把那些陈谷子烂糠都翻出来呢？那不是自己跟自己找事儿吗？见王灵基这个态度，宋希濂表示，当年你回四川做主席的时候发动的49惨案、331惨案，还有21军清共等等一系列反共罪行，难道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说，难道共军就不知道了吗？宋希濂，你今天怎么了啊？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吗？你怎么这么血口喷人呢？所有人都知道，只是我当时在四川知道的比较清楚一些。其实王灵基所犯的罪行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看他年纪比较大了，众人只好点到为止。一晚上的讨论，意见分歧还是比较大，但到了第二天，身为积极派的宋希濂决定做出表率，主动在课堂上交代了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我杀害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先生。原来在1935年春，宋希濂奉命率36师到闽赣一带围剿红军，并在这次行动中抓获了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先生。蒋介石命令我们劝秋白先生投降，我们屡屡尝试，费尽口舌，秋白先生毫不动摇。我把情况汇报给蒋介石，表示无力劝降。很快，蒋介石就下令让我们就地处决。投降！当年宋希濂还在黄埔读书的时候，瞿秋白先生还去过黄埔授课。说起来，宋希濂还是他的学生，没想到宋希濂还能干出这种事。当台下的所长和政委听到这些内幕消息后，让他们个个都变得义愤填膺，恨不得立马命人冲进来把宋希濂拉出去毙了。他杀了瞿秋白，这就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在功德林里，哪一个不是反革命？反正我已经通知勤务队做好准备了，说他们是战争罪犯，一点都不为过。这里面的情况，有一些是我们了解的，有一些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我们现在把他们抓起来，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这是极不妥当的。现在怎么做？只能够请示上级。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大家不需要再躲躲闪闪。毛主席对王耀武的事情专门派人传达，说王耀武抗日有功，功归功，过归过。毛主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抗日战争时期大家的事迹和功绩，我党不仅承认，而且高度赞赏。以后写材料的时候，大家有多少写多少，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功德林的重战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是搅动风云的人物，为什么进入了功德林之后，却不敢承认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而在悔罪认罪方面却又能积极主动地承认呢？原来根本原因是他们在这多年的学习改造当中，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在内战当中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担心把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写出来，会让我党认为他们这是在贪功诿过，因此一个个在写到这一时期的经历时，都是写得遮遮掩掩、羞羞涩涩，甚至是一笔带过。但我党历来都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所以在对待这时期的经历，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可以大胆详细地写出来，才有了视频开头的一幕。这些人啊，在抗战的时候都打过硬仗，不都是贪生怕死之辈。抗战之后，同样的国民党部队怎么就变成这样？3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烂到不能再烂，像样的仗就没打过几个，光是起义投降的部队就有100多万。其实这些年在功德林改造的学员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甚至就连在台湾的老蒋也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可老蒋直到1975年去世了都还没有弄明白，而功德林的学员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却想明白了，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就国民党而言，无论部队怎么调动，战役怎么打，国民党统治系统他的战略战术和战术水平都是失败的。我们现在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能弄明白这个问题，可见这些战犯的思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达到了改造的要求。为了能更好地让这些战犯了解新中国的动态，
党中央决定让龚德林分批安排这些战犯前往全国各地参观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俗话说得好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亲身的认识和体会，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自己思想认识的水平可以再上一个台阶，更上一层楼。众人参观回来后，看着照片激动不已，大家一谈起所见所闻都是滔滔不绝。他们没想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能建设得如此之好，各地之间的战争创伤早已被抚平。兴奋的王耀武还表示，等将来能出去了，一定要为国家建设再出一份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库，做一名切切实实的劳动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就想，其实我们年轻时候的理想不就是这些吗？是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愿意国家富强呢？谁不愿意打倒列强呢？可是呢，我们都没做到。今天，共产党做到了。哎呀，不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就死而无憾了。这些人虽然曾经都是站在解放军的对立面，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彼此都是中国人，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都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